都在火海中。好美啊！在这毁灭性的中间，地球上将近75%的生物全部灭绝。安迪，你怎么了？你是不是在生气？对不起。别，你是不是累了？我送你回去吧。起点的触碰吓到了安迪，他过激的反应震惊了起点。安迪无法向困惑的起点解释自己从小到大这种异于常人的行为，之前两人间的美好烟消云散。到家了吗？也许是老谭鼓励的话语，也许是与邻居们日渐密切的交往，让安迪产生了错觉，以为真的可以像普通人一样倾诉、分享，甚至成为朋友。可跟起点一起，安迪却仿佛再次被打回原点。明明对起点有好感，却依然无法忍受他的任何接触。这样的安迪，早已注定是孤身一人。起点，别回头，我有话跟你说。你不是一直在等我的答案吗？安迪，我现在就给你答案。你别说。不，我不会跟你在一起的。我才找到我弟弟，我弟弟又是那个样子，我根本就没有精力，没有时间去考虑这个问题。安迪，你这样说不公平。你明明是喜欢我的，你不能因为你弟弟，不能因为心里害怕，就给我这样的答案。这样对你才公平。怎么办，安迪？我明明很生气、很郁闷，可是我只要看到你的眼睛，我就什么也不舍得做，不舍得骂你，不舍得逼你，不舍得看到你哪怕有一丝的为难。我亲眼见证了你的历史，还有你的故事，想不想听听我的？我是白手起家的，从出生到赚到第一桶金，我用了30年。好在人生钱很难，钱生钱却很容易。我敢赌、肯干，
运气也不错，短短几年我就积累了不少身家。那个时候真的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有能耐的人。后来你就遇到金融风暴了。对，那个时候我急得头发都白了，我赔光了所有家产，甚至差点儿把自己也折进去。从那以后，我就知道2件事：第一，人生苦短，充满变数，只要遇到自己喜欢的，就要紧紧抓住，绝不放手；第二，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，一定要坚持往前走。我跟你说这些，只是想告诉你，每个人的人生都有不如意的时候，你不用费力诋毁你自己，更不用费力把我推开。我之所以站在这里，是因为我喜欢你，所以你不用自责，也不用考虑我心里怎么想。比起你所害怕的那些可能，我更不愿意失去你。Andy， 你要怎样才肯直视我的心意？还是我迄今为止所做的一切努力，在你眼里就是一个笑话？不是这个原因。我承认，我的确对你有好感，但是我从小就跟别人不一样，我不懂得怎么去爱人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去接受别人的爱。一个人的日子惯了，身边突然多出一个人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去接受。还有我弟弟，我本来以为找到他，把他带回家，可以给他最好的生活。可是现在你也看见了，这根本就是一时半会解决不了的问题。没关系，你弟弟并不可怕，谈恋爱也没有你想的那么复杂。真要说起来，比你处理那些并购案子要简单得多。千千万万的普通人都能做到的事情，你我智商那么高，还能办不到吗？所以 Andy， 未知并不可怕，不要因为恐惧就拒绝我。给我一个机会，让我紧紧抓着你，陪你一起走下去，我们一起寻找答案，好吗？快上车吧，冷死了。都1点了，你还不回去啊？明天不用上班吗？哎，我看你一直没做声，我以为今天作战成功，晚上可以留下来，没想到你一直在忙工作，没时间理我。是我的问题，我知道我自己不太对劲，我会努力克服，再给我点时间，好吗？好，我等，等多久都可以。拜拜。等等，
偶像，晚安。别给我戴高帽子，谁是你偶像啊？晚安。我有点怕你。但又很放心你。很矛盾，让我好好想想到底怎么回事。晚安。回忆来的无声无息，却不留余地。思念总是无边无际，像空气，看不见在哪里，却填满每个空隙，让痛变得具体，毫不露痕迹。没有重量，却压在心底；没有距离，却又遥不可及。要自己忘记，放弃，不再提，不想起，忘了想你，却无法呼吸。没睡吧？我想让你帮我先查一个人呢。姓何，名立春，女的。1985年出生在岱山县，在那儿的福利院待过。5岁以后因为智力超群被人带往美国。魏先生这边请。安迪，嗨，谢谢叶敏。好的。怎么了？突然跑来找我？有件事情我要跟你单独谈一谈。等一下，艾米 ，sorry， 你先出去一下。好的。不好意思。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给。你记不记得我问过你，假如你的父母亲还活着，你该怎么办？现在已经证实，你妈妈确实过世了，但是你的爸爸还活着，他还去岱山找过你，我已经帮你找到他了，他今天也来了，人就在外面前台。我都查过了，他是70年代去的岱山，80年代下海经商失败，然后回到上海读书，毕业之后留校任教，现在是著名的经济学专家，估计你也听说过。啊，对了，他知道你姓何，31岁，所有的细节。
进来了。你就是安迪。不是让您在外面等着我呢吗？不好意思，我知道，应该让你和安迪先谈清楚。但是我找了这么多年，实在等不及要见他。安迪，我是魏国强，我可以和你聊聊吗？喂，是这样的，我找到了安迪的父亲，他们刚见过面。你是说魏国强？你知道？你在哪儿？把地址给我。你以为就你能耐？就你能查到魏国强什么人？没查清楚你就敢把他往安迪面前领？我没想到，我只想给安迪一个惊喜，我真的没想到。没想到什么？你能想到什么？一个父亲这么多年不跟自己的女儿联系，你为什么不想想是什么原因？安迪本来就敏感，看到他弟弟已经很容易产生联想，现在再加上他外婆跟他妈，他心里面有多害怕，你想过吗？这种血脉就像一颗定时炸弹一样，始终埋在他生命里。我告诉你，你现在已经彻底把他给毁了，知道吗？安迪是我10几年的好朋友，从第一次看见他我就很惊讶，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像她这样的女孩子，那么强还那么单纯，就像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一样，周围的一切跟她都没有任何关系。是到后来慢慢熟了以后，我才知道，她从小是个孤儿。导致他跟人交流一直有障碍。这么多年，他有意的隔绝跟外界的交流，就是为了保护自己。甚至我都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应该把他拉回中国。但是遇见你，对他来讲绝对是个结束。恕我直言，他现在是情绪波动最大的时候，而你对他的影响很容易走向不良的一面，就像今天。所以作为朋友，我恳请你离开他，为他好，也为你自身着想。绝不，我是真心喜欢安迪，我绝不会在这个时候离开他。魏先生，或许你不够了解我，但是我却把你调查得很清楚。你这个人心机深重，做生意不择手段。金融危机当中，那么多人遭遇了灭顶之灾，你却能撇开合伙人，独自存活了下来。谭总，你跟我说这些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你是个聪明人，但也很自私。不论遇到任何事儿，你第一时间只会选择自保。而安迪跟常人不同，他的身世让他天生缺乏安全感，甚至不知道怎么去跟人建立一种亲密的关系。再加上今天你揭开的一切，只会让他更加怀疑自己。所以在我看来，你真的不适合他。谭总说这些不光是以朋友的身份吧？没错，安迪这么优秀，对他动心的人很多。你说的没错，
我也曾是其中一个，但是我有自知之明，我没信心、没把握让安迪爱上我，也冒不起那个险。而你，魏先生，咱们是同一类人，既然没把握承担一切，最好从一开始就不要招惹我。你不用拿你自己来衡量我。你不敢追安迪，但是我敢。说老实话，一开始我也担心他不接受我，可是安迪信任我，那我还有什么理由畏畏缩缩的呢？不管花多少时间，我都要让安迪正视自己，让他接受我。我不会再让他独自一个人。可是发生了这一切，你觉得他还会跟你在一起？